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加藤俊德先生所著的《终身提升智慧的超强大脑使用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家务、学习等该做的事情，为什么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持续进行？科学上终于找到了原因。第二，如果不想让大脑萎缩，无论多忙，每天都要花5分钟完整练习。今天的视频将详细讲解这些主题，同时会传达如何高效使用大脑，防止健忘、预防认知症等各种最新大脑信息，非常适合全年龄层观看。首先是第一部分，家务或学习等该做的事情，为什么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持续进行？科学终于找到了原因。讲起，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最新科学发现是，无法集中或持续做事情，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而是大脑状态没有调整好。如果你觉得有共鸣，其实绝不是说你笨，做不好学习、工作或家务，而是很简单，你只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大脑的能力而已。我们的脑在面对第一次挑战的新事物时，会消耗最多的能量，而如果这个时候大脑状态不佳，迈出第一步就会非常困难。这和身体健康管理是一样的，身体有痛处或者状态不佳时，想要站起来行动都需要时间。大脑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少有人能说自己每天大脑状态都完美无缺。成人之后，我们的生活往往重复相似的日常，如果是上班族，就容易只使用工作中常用的右脑部分。家务也是一样，重复做同样的家务会让你主要用到某一部分大脑，结果是，当你需要使用平时不常用的大脑部分时，大脑无法正常运作，甚至连开始任务都困难。但是，这并不是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理解大脑的这种特点，并有意识地去锻炼平时不常用的部分，非常重要。这样做可以提升大脑的基础体力，从而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各种任务。接下来要介绍第2点，最新科学发现，大脑基础体力可以通过控制脑细胞的发火来提升大脑功能，也就是神经元通过发放电信号相互交流。刚才提到的大脑基础体力，很多人可能觉得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不断萎缩，但实际上，大脑真正开始严重萎缩，是在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或认知症等疾病之后。大脑其实与年龄无关，只要日常行为得当，就能不断变化。因此，只要有意识地使用大脑，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让大脑活动丰富起来。反之，如果日常不使用大脑，基础体力不足，即使想努力，也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无法坚持，或者付出再多努力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中途放弃。成人之后，我们不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人因为工作或家务繁忙，几乎没有时间做自己必须完成的事物。正因如此，一旦决定去做某件事，能够快速进入状态、集中注意力的切换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无法专注完成任务，并不是因为意志薄弱、提不起劲，或者刚开始却坚持不下去，大多数情况下是大脑状态的问题。就像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来提高身体柔韧性、扩大活动范围、预热身体一样，如果想让大脑高效运作，也需要平时进行一些大脑的热身活动。那么具体的大脑热身活动是什么呢？例如，请你想象自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即便如此，大脑中仍有若干部分在运作。大脑大体可以分为8个部分，本书中称之为8个大脑区域。实际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发呆时，这几个大脑区域也在持续工作，每秒会发出1至5次电信号。假设你突然注意到公园里的樱花盛开，这一瞬间，大脑的电信号会增加到每秒约50至100次。如果你又碰巧在公园里遇到多年未见的朋友呢，大脑会进一步兴奋，每秒发出500次以上的电信号。大脑科学将这种电信号高度活跃的状态称为发火。而要激活你的大脑，
控制脑细胞的发火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发火，正是大脑的热身活动。接下来，我想介绍第3点。最新科学发现的关于大脑的真相是，信息的输入冲击越强，它越容易被记住。我们的脑中竟然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在脑科学中，这些神经细胞被称为神经元。很多人应该听说过，这些神经元之间通过像绳索一样的结构相连，这些连接点上有数千到数万个突触。当大脑活动时，突触之间会不断地传递电信号，当积累到一定量的电信号时，就会发生发火。信息通过神经元束传递到其他神经元。通过这样的流程，大脑的细胞之间每天都在共享信息，进行协作。实际上，当输入信息的冲击越强时，发火就越强烈。这种强烈的信息在大脑中传播，会让大脑活动更加活跃，结果大脑运作更高效，随时都能做好准备开始新任务。我们知道，平时经常使用的大脑区域之间的联系很强，而不常使用的区域联系较弱。例如，在工作或家务中常用的大脑区域，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信息传递非常顺畅；但平时不常使用的大脑区域，就像狭窄的单行道路，信息传递非常缓慢。如果长期不使用这些区域，神经元的活性会受到抑制，道路几乎被阻断，信息传递几乎不可能。这样一来，大脑的协作运作就无法进行。那么，被阻断的道路该如何重新连通呢？关键在于信息的输入。当信息通过眼睛或耳朵输入大脑时，大脑中负责视觉和听觉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而将输入的信息传递到理解和思考相关的大脑区域的道路，就是网络发火。网络发火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整个大脑网络中神经元同时发火。当外部信息输入大脑时，会引发神经元发火，这种发火沿着大脑网络传播，从而产生网络发火的连锁效应。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而最初输入的信息冲击越强，这种网络发火也就越强。接下来，我想介绍第4点。最新科学发现的关于大脑的真相是，要让大脑全速运转，需要让神经元发火3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要增强大脑神经元的发火，最重要的是进行具有冲击力的输入，例如视觉或听觉信息。那么，具体该如何让大脑全速运转呢？答案很简单，让大脑神经元连续发火3次。大脑的发火可以分为3种类型：短期反应、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当大脑细胞之间的协作顺利时，这3种反应会连续发生。首先是短期反应，此时视觉系、听觉系、运动系以及情绪系的大脑区域都会工作。当你看到某件事物并做出反应时，视觉系的神经元会发火；当你听到某个声音并做出反应时，听觉系的神经元会发火。短期反应主要由输入型大脑区域负责，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输入型发火。输入型发火的特点是指在信息输入的过程中产生反应，一旦信息消失，反应也就停止，就像按打火机开关一样，按下时火焰点燃，松手火焰就熄灭。如果最初的输入引发了强烈的短期反应，这种反应会通过大脑网络传递，引发第2次更大范围的发火。中期反应就像按打火机时火焰太强，甚至烧到了衣服一样。举个例子，假设你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手表，看到这只手表，就是视觉系的强烈输入型发火。随后，中期反应被触发，你会思考，现在没带够钱，但下次来可能就卖完了。对了，用信用卡买吧。这时，理解和思考相关的大脑区域会全力运转，产生强烈的发火，这就是中期反应。当中期反应引发更广泛的网络发火时，记忆系和情绪系的大脑区域会产生长期反应，这是第3次发火。买到手表后，你的兴奋感不会马上消退，心跳加快，开心的笑出声。
这就是记忆系和情绪系神经元在运作的表现。通过这样连续3次发火，可以充分激活神经元，这对于做大脑准备运动、激活整个大脑神经网络非常重要。如果只停留在短期反应，大脑只是短暂响应而已，信息不会被记住。我们每天看到或听到很多东西，但其中99%的信息根本不会被记忆，这就是只发生短期反应的结果。即使进入了第2阶段的中期反应，大脑中处理的信息往往也无法被整理到输出阶段。如果不加以巩固，这些记忆最终会消失。即便某件事留下了一点印象，我们也会在2-3天内忘记。这就是所谓只停留在中期反应的情况。然而，如果能够达到第3阶段的长期反应，情绪也会参与进来，信息就更容易被记住。因此，要激活大脑，关键在于如何让神经元一直发火到第3阶段的长期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到，为了活化大脑，提高注意力和表现，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信息具有强烈冲击力。那么，具体该如何让信息对眼睛和耳朵产生冲击力呢？接下来，在第2部分，我们将讲解，如果不想让大脑萎缩，无论多忙，每天都要花5分钟完整练习这一主题。我们将具体说明如何针对视觉、听觉等各个大脑区域，提高输入信息的质量。首先，我想介绍一种能显著提升大脑基础体力的大脑热身方法。与其发呆的看，不如有意识的观察。在五感中，对人类来说，最主要的输入来自视觉。视觉系统的神经细胞的作用，是将看到的画面、图像或阅读的文字传递给大脑。即使只是看东西，神经细胞也会发火。所以只要睁着眼睛，大脑基本上是持续活动的，只是强度有高有低。然而，大脑在看静止画面时，视觉系统神经细胞的发火通常较弱。相比之下，视频、运动物体或色彩丰富的东西会引发更强的发火。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刺激过强，例如强烈闪光，会让视觉系统的氧气消耗和血流急剧上升，甚至可能晕倒。有研究发现，思维敏捷的人，视觉系统的精度往往更高。他们在看邮件、图片或资料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信息，处理速度也更快。视觉系统相比其他大脑区域，能够在瞬间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大。更重要的是，视觉系统输入信息的量和精度可以通过训练提高，所以不用担心。具体的视觉系统训练方法包括：慢慢、仔细地观察事物，经常活动眼球，看形状不断变化的流动物体，即使看的是同样的东西，有经验的人能够判断得出，而初学者则难以判断。这背后的关键是注意力，也就是说，通过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大脑视觉系统的功能会提升，同样的输入信息能够被更精准地处理。因此，当我们看东西时，不要只是发呆地看，而要注意观察，主动思考。这就是提高视觉系统功能的关键。接下来，我想介绍第2种方法，能让大脑基础体力爆发性提升的大脑热身方法不是慢听，而是集中注意力去听。接下来讲的是听觉。听觉系统的神经细胞会将耳朵听到的语言和声音信息传递给大脑。与视觉系统相比，听觉系统接收的信息精度并不是很高，除非你是有绝对音感的音乐家，否则我们很难分辨音的微小差别。但另一方面，听觉信息比视觉信息更容易进入记忆，这是因为负责听觉的大脑区域和负责记忆的大脑区域在大脑中物理位置较近。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习或记忆东西时，控制听觉系统神经元的发火非常重要。听觉系统的神经细胞纵向较长，横向也较宽，占地面积大，因此神经元总量也多。这些神经细胞会对各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反应，从而成长。所以，如果想提升整个听觉系统的功能，关键是听各种类型的声音。例如，
通过集中注意力听广播、收音机、有声书等有意义的语言，可以刺激左脑的听觉系统，就像视觉系统一样，听觉系统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听各种声音来逐步提高精度。只有通过集中注意、主动听，输入信息的质量才能提高，这样大脑发火更强，信息也更容易记住。这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对学习尤其有帮助，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练习。接下来我要介绍第3种方法，能让大脑基础体力爆发性提升的大脑热身方法是利用与他人的比较，逆向操控右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了视觉和听觉，这2种感官在我们五感中占据了最大的信息输入量。除了这2种感官，我们的五感还有触觉、嗅觉和味觉这3种，但这3种感官的信息输入量相对较小，对大脑整体功能的影响也不大。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思考型大脑功能。大脑前额叶的思考型神经细胞面积广，细胞密集，并且受到来自各种神经元的影响，因此其发火具有多样性，这也让它的作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处理注意力集中、选择事物、做价值判断等各种任务。研究发现，如果这些思考型神经细胞的发火较弱，我们的执行力就会下降，做事的动力也会减弱。另外，这些思考型神经细胞主要在右脑中工作较强。众所周知，右脑是直觉型的大脑，左脑的作用则是让右脑冷静，按照步骤思考，提醒注意。如果一个人平时执行力很高，但自控力较弱，可能是左脑的思考系统较弱，仅凭直觉就冲动行事。而通过控制右脑，我们可以间接控制整个思考系统。右脑思考系统的特点是受环境影响大，它属于社会型大脑，能够理解气氛、适应环境，是社交能力的一部分，但也存在风险，比如容易受到同调压力或社会环境影响，而迷失自己应做的事情。此外，右脑思考系统与情绪系统相邻，因此当涉及道德、社会规则或他人行为等他人价值标准时，也会引发发火。因此，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或比较，右脑往往会被激活。同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五感输入的信息也会引起情绪变化，从而在右脑各处引发发火，这也让注意力容易分散。再者，右脑对身体感受到的疼痛也会产生强烈发火，例如腰痛或肩膀酸痛时，右脑70%的思考能力可能被占用，导致无法处理其他事物。这种容易受外界影响的大脑，即使自己不注意，神经细胞也会自发发火，让人无意识地分心，总是感到疲惫。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思考当前右脑的可用容量还剩多少。如果想集中精力做学习或家务等该做的事情，增加右脑可用容量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要尽量减少来自他人意见、身体疼痛、视觉和听觉刺激等输入型发火。另一个重要方法是逆向利用右脑的弱点，比如右脑容易在意他人，这是其特点，我们可以利用它。最近常说与他人比较会降低自我肯定感，但实际上，人类也有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激发努力的特性。当你发现自己有可比对象时，右脑更容易发火，从而激活思考系统。接下来我要介绍第4种方法，能让大脑基础体力爆发性提升的大脑热身方法是从与初次学习不同的角度进行复习。我们的五感有视觉等各种感官，同时大脑的高级功能也有多种类型。除了前面介绍的右脑和左脑的思考系统之外，高级功能中还存在理解型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在我们理解信息、推测不明内容并加以理解时发挥作用。如果神经细胞的成长停止了，我们成人的大脑潜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要提升大脑底力，控制理解型神经细胞的活动非常重要。理解型大脑区域的位置几乎被各种感官系统包围，因此它几乎不会单独工作。正如前面第1讲中提到的，
只有当感官系统强烈发火时，这种发火才会传递到理解型大脑区域。而如果我们只是被动接受看到或听到的信息，或者只是在记忆时机械复制，理解型大脑是不会被激活的。那么，如何才能充分激活理解型大脑呢？研究发现，理解型大脑在自己主动思考并产生兴趣时最为活跃。因此，关键在于对当前即将进行的任务产生兴趣。举例来说，学习中最枯燥的部分往往是复习，把已经学过的内容再记一次。初次学习时，由于新鲜有趣，大脑的理解系统能够活跃工作，并能愉快地参与学习。但在复习时，由于兴趣降低，理解型大脑的活性较难提升。激活理解型大脑的方法是在复习时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关注内容。接下来我要介绍第5种方法，能让大脑基础体力爆发性提升的大脑热身方法是通过全力与专注向海马展示诚意。大脑除了有视觉、听觉等感官层，以及思考和理解等高级层之外，还有记忆系统的大脑区域。如何活化记忆系统的神经细胞？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区域。研究发现，要活化海马，提高专注力比单纯提高记忆力更为有效。实际上，当我们高度专注时，海马区域的左右脑都会发生强烈的发火，这一点已被科学研究证实。但是，如果大脑已经疲劳，却强行工作，海马会立即罢工。海马过度工作时，就像出现了过度疲劳综合征，发火变得困难，并可能暂时停止工作。海马本身对压力很敏感，对突发变化也不擅长，是一个非常精细而脆弱的大脑区域。能否巧妙地控制这个敏感的海马，是能否让记忆固定并活化大脑的关键。而控制海马最重要的因素，当你带着强烈的学习动机和高度专注力去学习时，这种学习动机就会传递给海马，使其判断这是值得进入长期记忆的内容，从而建立记忆固定的机制。只有这样，记忆的固定路径才会真正打开。海马就像是记忆的门卫，当你展现诚意时，它会为记忆开门。如果不够专注，随意学习，或者在疲劳、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学习，海马会认为你没有诚意，从而拒绝开启记忆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花多少时间，记忆都无法在大脑中固定。大脑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只有经过热身和训练，才能在关键时刻高效运作。将这些方法融入日常生活，即便每天只有短短几分钟，也能让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效率显著提升。只要我们持续练习，学会激活大脑的各个区域，便能让自己的思考更敏捷，记忆更牢固，执行力更强，真正实现脑力全开的状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